连续1年都在相亲，但是一直都没谈上。OK，这你就能知道问题了。问不者是男的女的，然后女生比较挑剔，问男人父母也在催婚，自己很想谈的状态，然后桃花咔一下出这玩意儿，咋理解？不能理解。我跟你说，我要讲这个案例，其实是因为什么呢？这种就属于你们很容易进入到讲废话的案例。什么是讲废话的案例呢？就是他的牌跟他的背景高度契合，你好像解牌怎么解都是他告诉你的背景，是不是？这种情况下咋办呢？我肯定知道你们的问题，我都经历过。这种情况下呢，2种，一般情况下同时存在。一，你把它更深层的问题给人家拎出来，但这个需要功力和时间啊，一般你们很难在最开始做到这一步，但是可以训练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把他的愁啊、苦啊、他的难受啊，用成建议的方式让他去做。只有这2种办法，否则你们就很容易问不着说什么啊，对，哇，难怪他是吊人逆位，你就只能这样，哇，对，难怪他是梅巴，哇，对，这跟背景一模一样，你就只能天天感叹这个牌很准，但你解不出更多东西。所以像这种跟背景高度契合的，就2种：一，把人家的问题更深层次拎出来。是真的，我等下教你们怎么拎这个问题的更深层次，这需要你们对牌、对背景、对案例有更深层的那个。对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前面有同学用的那个词很对，降愁，把人家的愁呢，愁苦的愁啊，用建议的方式给人家做出来，同时要补充的大概意思就是，你给的所有建议底色都不是真的让你这么去做，底色都是告诉你，如果你这都不做，你更找不到，这是你给建议的底色。懂吗？而不是你觉得你真的要帮他找到一个人生对象，没可能的。相亲了1年都没谈上的人，能靠你帮点啥呀？给你花一个案例花800块钱都能找到吗？那天天花800，不可能的。你只是告诉他，如果这一步的改变你都做不到，你更不可能找到。这是你给建议的底色，就这2个办法，懂了吗？然后我们先来干第一个事儿啊，然后我们再干第2个事儿，你就会发现这个牌啊，它就能解出很多了。首先干第一个事儿，就是把人家更深层的问题和担忧以及他的矛盾拎出来。他的背景呢是谈了1年没谈上，然后原因是挑剔，但父母又催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能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？1年了都没谈上，除了挑剔，我觉得这女生一定有别的问题。我们一会儿要看什么问题。第2个，人家已经开始催我了。第2个呢是父母催婚的情况下，他也想谈，但他的状态是怎么样？我们拿到这组牌，先做什么呢？先看大牌。为什么呢？大牌能量重啊，或者大牌的主导因素，或者大牌精神能量重。一个1年都没谈恋爱的人，他肯定是精神上面、想法上面多少带点问题，对不对？正义逆位和吊人逆位，乍一看是2张反正都不太好的牌，对吧？都挺矛盾的。正义逆位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风元素、权衡、掂量。然后呢，它的关键共同点是不主动，也是对的。但是你说你不主动嘛，你也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废话的状态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我1年都在相亲了，我还不主动啊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是挺不主动，那我就比较挑剔嘛。你说到这儿你就解不下去了。我今天语速比较快啊，因为赶着下钟。其实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点。正义逆位大家还记得一个关键词吗？天正失衡，它的底色是什么呢？这张牌跟婚姻有关。背景又是父母催婚，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他想着急结婚，所以他又去相亲，他想找一个相亲了很不错就立刻结婚的人。你想想是不是他？这个女生的底色就是这样的，她希望找到一个面试了、相亲了不错、面试相亲了不错的人，就能进入到这个人可以结婚的人。我不着急喝，但我着急找人聊事儿。闪婚也不一定是闪婚，但是就是他现在他相亲的所有标准都冲着结婚去的。这个是建议逆位，不，这是正义逆位的感觉。你们想是不是冲着结婚去？但是呢，吊人又是束手束脚的。这张牌就是脑子再开光，他都是被绑了一只脚的，在挣脱的过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真正的矛盾点就是她又权衡，她又被动，同时呢，她又想找到一个能符合结婚对象的人。这是这个女生的特点。你必须把女生除了挑剔以外的这种矛盾点给人家拎出来，能理解吗？以及，是的，马眼黑总结的很对。以及你觉得女生父母催婚有没有影响她？肯定是有的。所以这个人的牌有点既要又要，结合背景，为什么呢？他又想满足婚姻的条件，
水元素调人呢，又想满足情感的条件，又想满足父母催婚的问题，但自己还挑剔，这就是典型既要又要，同时相亲了1年，还没选上，这是他最本质的问题，就是他这饼摊太大了。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牌是，你看水、风、土，没有火元素。火元素跟什么有关？它跟热情、行动力，除了这些啊，就是我们说它被动的火元素，还有那种直接的、直给的、单纯的能量。这个女生没有，她所有的感情都是周旋的、权衡的，对，没有激情的。但你要说相亲1年要有激情也有点难啊。但是除去激情的火元素是直接直给的能量，这个女生没有，她的所有的能量都非常迂回、权衡。双鱼座的对，束手束脚，水元素的情感上的等等权衡，就是又要情绪价值，又要想着结婚，还要满足父母条件，自己还挑剔，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牌？这是这个女生更深层的问题，就是她太既要又要了，听懂了吗？好，然后呢，未来的星币10，你看他的相信是流程的模式的，不是主动追求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这个。好，这是我们通过他分析出更深层的。然后未来的发展，你像在这个情况下，还是一张家族观念非常深、土元素非常重的，还要看人家是吧？经济条件、物质基础，就他挑剔挑的是方方面面啊，情绪价值、符合婚姻，然后钱，方方面面的。那然后建议又是星币10，他确实在相亲情况上是呢，对，但是我们说过这是整体发展加建议，以及建议不会单独存在。然后相亲这条路径是对的，星币10也确实跟家庭介绍、跟家族有关。对，标准太过牢固了，所以建议上来说，一个是通过这条渠道没有问题，可是他的观念太重了。星币10何尝不是一种挑剔呢？对吧？标准太过固定了，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建议他适当突破标准，就突破标准就降低标准。说实话，就是他没有更多的竞争优势了。然后缺啥补啥，火元素。你们就说吧，一个这样牌的人，你说他在桃花市场上是一个很有魅力或者很有竞争力的人吗？其实是没有的。圣杯8怎么理解啊？情绪价值，情绪上的背景是谈了相亲了1年都没谈上。圣杯8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评估完，重新评估，评估完不满意离开。他的水元素是这么运作的，就是他在情感上他会一直觉得没有被满足，所以他的情绪价值是缺失的，总觉得遇不到合适的人。但这个不合适的人怎么来的？就是他评判了各个方面，评判了各种程度，他觉得都不合适，是这么来的，懂吗？能理解吗？1年找不到失落的感觉，这个人条件各方面不行，这个人不适合结婚，失落，所以他无限的进入失落，评估完不行，失落，但他的点还是那句话，我们要把他的更深层的问题拿出来，就是他很难对人感到满足，很难对人感到满意。他更容易对人感觉到失望，这是他的底色。除了挑剔，就是他太要什么都要了。这是建议，我刚说了一个是建议，除了星币10，对星币10家庭这个条件以及他的标准要适当的调整以外呢，还有就是结合下面的给建议，一个是不能什么都要，什么都去想要获得，但是呢自己又没有主动付出，对吧？缺火元素，是要降低期待吗？对，就是你多少就是在你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你不能什么都想要，你要不然有个标准，比如你先找门当户对的，你要的就是门当户对；2，你要的就是情绪价值；3，你要的就是一个能尽快跟你结婚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有就是抓大放小嘛，你不能是吧？他这个牌那么难受，就是他都想要，但同时他花了1年时间在相亲，懂了吧？这个案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讲这个案例主要是告诉大家，这种听起来好像跟背景高度契合的废话的牌要怎么解，找深度问题，然后他真正的问题通过建议给他。这个怎么给建议？大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好。